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观光旅游局米其林3星散步路线的导览解说员。米其林呢有多条的优质路线，那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赤坎线。赤坎线呢，它的集合地点就是现在所在的位置，4.5庙。那4.5庙呢，它是米其林3星等级，同时也是国定古迹。那4.5庙呢，它主祀的是关帝爷。好，关帝爷呢，它的神格呢非常之大，所以呢，它也跟我们台南的全台首学文庙并称为文武庙。4.5庙呢，为什么称为4点呢？4点就是官方建造的庙宇。那在4.5庙的这个庙门呢，我们会看到它呢，并不是彩绘门神，而是采用门钉。那门钉呢，它是采用了9的倍数，中门是72颗，两侧左右是54颗，那是以108颗的最高等级，也是呢彰显关帝神格之高。好，那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永福路上。从永福路上的这个角度呢，就可以看到呢，号称全台湾最美的庙宇山墙，就是在4.5庙。那4.5庙的山墙呢，它有独一无二的高度5.5米，长度是66公尺。那么我们看它高低起伏，一气呵成，形成优美的曲线。那同时呢，这也是呢摄影师最喜欢拍摄的角度。那我们再从这个山墙上面呢，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很特殊的造型。这个造型呢，它是采用周朝的古步壁阵，也是一个建筑美学的呈现。那这一个优美的造型有什么功能呢？其实呢，它是庙宇在庆典时呢所使用的歌良架。那在这个地方呢，应该也是全台独一无二的一个建筑美学的呈现。好，接着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是台南大天后宫。台南大天后宫也是米其林3星等级，同时它也是国定古迹。那台南大天后宫呢，它也是4点官方建造的庙宇。那它的前身呢是明宁靖王朱树贵的王府。那一直到了清朝时期，施琅公台把这个地方呢改为天妃宫之后呢，又封为天后。那么我们呢，如果进入庙门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两侧的壁炉彩绘，是由国宝级大师陈玉峰匠师所彩绘的。那在大天后宫里面呢，妈祖神像呢，曾经在2004年的6月坍塌。那妈祖的神像呢，是由杜木和匠师国宝级的匠师所修复，而且呢，重点是妈祖手上拿的7宝神符，重达5.5台斤88两。它的修复呢，在日本的金身修复师来观看之后呢，也觉得说呢，它已经可以列为国宝级了。那在大天后宫里面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文物，就是施琅当时的全台湾最早的清朝石碑平台纪略碑。那还有呢，当时台湾知府蒋元枢用他的心之雕凿的3尊观音。那当时呢，我们在刚才的4.5庙里面呢，也有台湾知府蒋元枢的3大观音之一。好，这里是开基武庙，是全台湾最早的武庙。那相较于4.5庙呢，4.5庙称为大关帝庙，而开基武庙是称为小关帝庙。怎么说呢？因为大关帝庙、4.5庙是官方建造的庙宇，那开基武庙呢是民间拜的庙宇。那这间庙宇呢，其实呢，我们进到庙里面呢，有一副很特别的楹联，非常的发人深思。进此庙，当要出此庙，莫混账磕了头去。学诗人便拜学诗人，应仔细扪着心来。那在庙宇的正上方呢，左右两侧呢，就有所谓的拱欢跟庙角。
撞翻扛庙角，这也是台南庙宇呢最特殊的一个建筑的语汇。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赤坎楼，赤坎楼是米其林3星等级，也是国定古迹。那赤坎楼呢，它是建于和治时期1653年。和治时期在全台湾呢最早建造的2座城堡呢，在有1624年的热兰遮城，那就是现在的安平古堡。那现在这里的赤坎楼呢，当时在和治时期的名称呢，它是称为普罗民遮城。好，那这个赤坎楼里面呢，其实它也经过了多次的整修。原本呢，主入口是在赤坎西街，那它在1965年整修之后呢，就把主入口呢就迁移到这个地方来了。那现在在我侧边呢，这一个石狮子呢，它也是属于康熙年间很重要的文物。那在赤坎楼里面呢，还有乾隆御碑，也是跟林爽文事件有关系的。那乾隆御碑呢，是乾隆皇帝御赐的。那这边呢是有9座御碑，还有9个赑屃。那另外呢，当时的乾隆皇帝呢，他其实呢是有御赐10座御碑、10支赑屃。那另外一座的乾隆御碑呢是在嘉义公园，而赑屃呢在当时呢是掉落到台江内海，但是在100年后呢，神龟呢显神机了。那另外一座赑屃呢，现在是呢存放在南厂的保安宫里面。好，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米其林3星的景点开基灵佑宫。那开基灵佑宫呢，它是创建于明朝时期，也是历史悠久。那这个地方呢，它主祀玄天上帝，那它又称为小上帝庙，是别于这一个北极殿的大上帝庙。那这个庙宇呢，其实它也经过了多次的整修，在庙里面呢的右侧还有日治时期大正年间修复的一个石碑。那甚至呢，它的香炉呢也是乾隆时期的。开基灵佑宫庙内呢有很多的珍贵文物，也是在台湾的历史上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庙宇。那它原本的位置其实是在原本成功国小的位置，可是因为日治时期为了设置这个学校，所以就把这个开基灵佑宫呢整个移到了现址。那原本玄天上帝呢，它是坐南朝北，可是呢现在的开基灵佑宫呢，整个方位是反的。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万福庵造墙。那万福庵造墙呢，它是市定古迹，在造墙的前方呢就有万福庵。这间庙宇呢原本是阮俊夫人寺，那阮俊呢是郑成功的部将，因为呢战死于海上。那当时阮夫人呢跟着明正呢就到了台湾这里定居。之后呢，因为它原本的庙宇的坐向呢是坐北朝南。可是呢，在正前方的大天后宫，当时1683年施琅攻台，那因为施琅呢他叛民投亲，所以阮夫人呢就把这个庙宇的坐向呢就改为一个方向，就是坐东朝西，就为了要克制施琅。那施琅知道之后呢，有一说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这个万福庵造墙呢是施琅所设置的，就是为了要克煞。万福庵造墙呢，其实它又称为照壁，有光明照耀的意思，也是隐蔽的意思。那为什么要设置造墙？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呢，庙宇的神明的神格呢会冲煞到对面的住宅，所以有了这一个造墙呢，它也可以做一个挡煞的作用。万福庵造墙旁边呢，有一棵200多年的榕树。那这一棵榕树呢，现在称为侯林树王宫。怎么说呢？因为万福庵呢主祀齐天大圣爷，那齐天大圣爷的灵气呢，也反射到了这一棵榕树上面。因此呢，这一棵榕树呢
上面呢会有许多的乍看之下呢就会看出有很多的比如说猴妈妈啦带着猴小孩这样子，那有很多人会来这边祭拜。